你知道要听爸爸的话原作是咋完结的吗？首先，该作其实是由娇蛮猫娘大横行的作者松志阳老师于2009年开始在集英社旗下的 Super 大师文库上连载的轻小说作品。虽然松志阳老师后来于2016年5月因肝癌晚期最终与世长辞，但临终前松志阳老师还是写完了《要听爸爸的话》这本书的全篇18卷正篇故事以及1卷后续番外的故事。我们2012年看的这部作品的12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小说的第1卷。对，你没有看错，那么多集的内容其实是借用了故事的人设，高度原创出来的剧情。原作里根本就没有这俩眼镜娘邻居。而且虽然小说里也同样涉及到了男主抚养3姐妹所要面临的经济困难的问题，但是动画版反而做得太过于现实，过于痛苦了，小说压根儿就没惨到那一步。不过由于小说剧情太长了，挨个展开讲的话我怕把大家给讲晕了，所以我按照正常的时间线梳理一个故事的大纲，方便大家理解这书原作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总结不一，还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支持。首先时间线先倒回到10多年前。一开始男主和他姐姐的父母是因为出了车祸去世，这才让男主和姐姐不得不相依为命。本来男主的爸爸有一个妹妹小姑妈可以养男主他们，但是因为这个小姑妈老公也刚死，所以他们家也家庭困难，没能够把男主和姐姐接到自己家来养。最后是男主的姐姐把男主给拉扯大的。而另一边，故事里面的3姐妹的爸爸小鸟游姓雾，娶的是自己高中同学青梅竹马，并且两人在婚后生了大女儿小空。但是小空还没长大懂事呢，小空的亲生母亲就因重病去世，姓雾就此单身忙着事业。此时姓雾在一家摄影公司工作，并在拍摄 cosplay 的时候认识了男主的姐姐以及一个俄罗斯的少女莎夏。莎夏14岁就出道做了模特，她来日本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而男主的姐姐做 cos 纯粹是出于兴趣，所以莎夏也很快就与男主姐姐成了好闺蜜。不过莎夏当时就已经在跟一个当红巨星在恋爱，并怀了孕。可是怀孕后巨星跟莎夏感情不和，分了手。莎夏大着肚子在日本无依无靠之时，老好人小鸟游姓雾出手相救，娶了莎夏，并让莎夏把孩子生了下来。对，没有错，这孩子就是二女儿美羽，她是唯一一个跟小鸟游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但是莎夏和姓雾结婚，整的姓雾家里面人集体反对。更要命的是，没几年莎夏的祖国政变了，莎夏的爸爸因为这场骚乱当场去世，莎夏的母亲重病没人照顾，莎夏因此逼不得已只好回到自己的祖国去照顾母亲。但也因为国家骚乱，莎夏一时半会也没办法回日本。而莎夏一直知道，其实姓雾和男主的姐姐早就是感情很好的一对了，是他莎夏突然出现搅了2个人的局，所以莎夏决定跟姓雾离婚，撮合男主的姐姐跟姓雾在一起。然后出于照顾孩子以及莎夏的好意，最终男主的姐姐和姓雾结了婚，并在婚后生了老三小厨。然后就是小厨刚3岁的时候，男主姐姐和姓雾所坐的飞机失事，就此3姐妹没了爸妈。虽然小说里面跟动画差不多，家里亲戚们抢着要分开养这3姐妹，但最后还是由男主负责起了照顾3姐妹的任务。但实际上男主的小姑妈才是实际的名义监护人，并且是小姑妈每个月过来给男主他们生活费，并监督男主照顾3姐妹的工作。此时这个小姑妈其实是在保险公司上班的。男主的姐姐和姓雾临死前留下了一大笔遗产，虽然不足以资供3姐妹全部大学毕业，但省着花，资供3姐妹高中毕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男主责任心强，非要给3姐妹挣零花钱，非要出去打工，这整得他差点大1的时候就留级了。好在男主所参加的社团的学长同学以及学姐蔡香的帮助下补上了学分，才让男主顺利的在大学考试上过关。在小说后面的剧情里，大女儿小空在上初中的时候，她参加的合唱团里有一个叫钱岛的男生一直很喜欢小空，但是钱岛老觉得男主是一个大变态，私底下又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总是给小空觉得这个人凶巴巴的。后来初3的时候，钱岛成了合唱团的团长，小空成了副团长。在情人节，钱岛鼓足了勇气向小空告了白，而小空当时就哭着逃走了。后来得亏是小空初中的闺蜜呢帮助下，小空这才缓和了情绪，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最后小空当面拒绝了钱岛。而二女儿美羽，其实她亲妈莎夏
后来因为国家恢复了稳定，沙夏又找到了机会来到了日本，但美宇误以为是亲妈不要自己了才离开的他，所以闹了很久的矛盾。但后来揭开了真相以后，美宇跟自己的亲妈变得无话不谈，沙夏更是想来照顾三姐妹，所以沙夏提议跟男主结婚，但最后男主很害羞，沙夏因为工作变动的问题，最终重组家庭的事情被搁置了。不过后来沙夏的公司让沙夏到日本办分公司发展业务，沙夏就在男主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沙夏从此一边工作一边来照顾三姐妹，并在金钱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男主始终没有同意跟沙夏在一起，所以他俩的关系一直处于那种很模糊的暧昧中。而三女儿小厨一直以为父母是出远门，不懂死是啥意思，搞得男主他们就一直给转移小厨的注意力。而男主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板故意把一只狗丢给了男主照顾后，不给工钱就人间蒸发了，最后这只狗就成了三姐妹们照顾的宠物。结果后来得知这个狗顶多只能活1个月，但这狗在男主他们家多活了接近1年，可惜这个狗还是死了。这也让三女儿小厨明白了父母去世是一个怎么回事。不过小厨虽小，但照顾他的人并不少。一方面，男主隔壁邻居一个叫北原堪的高2女生，一开始以为男主是个大色魔，天天盯着男主家，想要保护三姐妹的安全。后来这个北原发现男主认真负责，反而北原自己被撩了，喜欢上了男主，并从此北原经常和自己的母亲轮番来照顾三姐妹的小厨。北原后来跟男主告了白，但是被男主以照顾三姐妹为由拒绝了。而男主的学姐蔡香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她爸爸是个大学教授，妈妈是科学研究人员，家境好到可以在市中心买个豪宅。但是蔡香一直听爸妈的话，所以不懂得如何跟别人接触交流。但蔡香在与男主家的三姐妹接触之后，蔡香得到了不同的人情温暖，所以蔡香就此认三姐妹是干妹妹，特地搬到了男主家附近，经常跑男主家来做饭、干家务和三姐妹洗澡，甚至蔡香还想接三姐妹到自己家来成为自己家人。本来蔡香的父母因为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大发雷霆，逼蔡香回家住，但因为蔡香第一次违背了家里的意愿，做了自己的选择，家里人最终还是顺从了蔡香的想法，让蔡香继续单独在外面住，让她依旧能跟男主他们接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男主同年级的同学坚谷美纪，这个女生是在联谊会上认识的男主，但认识男主以后，她就一直喜欢着男主，并加入了男主的社团。她还经常跑来照顾男主家的三姐妹，不过她也是向男主告白以后，也是被男主以照顾三姐妹为由拒绝了。可是拒绝了之后，她依旧和男主是好友，还在男主病倒的时候跟其他的妹子们一起来帮忙照顾男主和帮忙照顾三姐妹。到了故事的最后，男主面临大学毕业，此时小妹妹小厨上了小学，而她的班主任正是刚毕业的蔡香学姐。正好在男主大学毕业前，社团好友们和三姐妹们组织了一场毕业旅行。在旅行期间，蔡香向男主告了白，还被小空撞见了。不过蔡香没有急着让男主答复，蔡香后来跟小空坦白了告白的这个事儿。而小空其实一直喜欢着男主，他是唯一一个叫男主哥哥而不是舅舅的人。他在男主身上看到了爸爸和后妈的身影，并在朝夕相处中爱上了男主。但小空也特别喜欢蔡香这个干姐姐，所以小空说无论男主最后怎么选择，小空和蔡香永远会是好姐妹。而男主最终还是拒绝了蔡香，但这次理由不同的是，男主接受了小空的告白，因为男主也能从小空的身上看到姐姐的身影，并在朝夕相处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后来男主和小空谈起了恋爱，二女儿美宇知道姐姐小空和男主为了照顾他们肯定不肯走出最后一步，所以后来美宇决定上高中的时候就独立出去住，并立志做一个设计师，向她亲妈学习做一个女强人。最后小空高中毕业后，男主跟小空还是求了婚。小空大4毕业的时候，小空就怀了孕，而小女儿厨则跟着男主的姓入籍到了男主赖川家做了女儿。而唯一继承了小鸟游这个姓的，只有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二女儿美宇。不过美宇最终还是见到了自己的巨星的亲爹，为自己不美满的童年画上了句号。综上就是要听爸爸的话的原作大致完结剧情啊，不知道各位看完以后有啥看法和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3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